美欧贸易战一触即发，戴奇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而这场战斗与中国又密切相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在德国总理舒尔茨开启访华行程，中国与德国的经济合作可能更上一层楼之际，一场美国与欧洲大国之间的贸易战也在一触即发。原因还不是美国用高价天然气收割欧洲，而是一场涉及未来全球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的补贴争端。美联社因此而警告说，美欧贸易战一触即发，戴奇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而这件事也与中国密切相关。近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一直在为防止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电动汽车贸易战而奔波，但他的努力被认为毫无作用，因为美国这些收割盟友的玩法突破了基本贸易规则。用基辛格的话说，做美国的敌人很危险，但做美国的盟友更致命。事件的原因是美国推动的通货膨胀降低法案。该法案于8月份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在这项法案中，美国为了打击其他国家的电动汽车制造业，立法鼓励消费者通过税收抵免，在选择电动汽车时购买美国货。该法案规定，美国消费者可以从他们购买电动汽车的费用中拿到7500美元的补贴，而要想拿到这笔钱，只能买在美国组装的电动汽车，这里面还包括一个美国生产的电池，而且配件要按一定的比例在美国、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制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消费者在购买电动汽车的时候，只能购买美国的品牌，而且其核心部件还必须是美国造的，否则就要多花7500美元。一旦该计划长期实施，在电动汽车时代来临之时，拜登政府实际上是在扶持美国本土企业在美国市场迅速崛起，以消灭其他品牌的电动汽车。这项政策引来了德国、韩国、日本和法国的严重不满，中国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为了给美国施压，法国、德国甚至扬言要向美国发动新的报复措施，也就是推出欧洲版的电动汽车补贴政策。马克龙提出了购买欧洲汽车法案进行反击，这等于对美国发动了新的贸易战。据报道，在27个欧盟国家中，对美国贸易保护措施的担忧正在增长。瑞典新任贸易部长约翰·福塞尔目前是欧盟理事会的主席，他日前表示，美国的立法令人担忧，不符合国际贸易组织规则。到现在，我们都能看明白美国煽动俄乌冲突的目标，从本质上削弱欧洲、打击欧元，甚至是收割欧洲的财富和制造业。美国出口天然气价格的暴涨让法国和德国非常愤怒，但是相比于美国利用通货膨胀降低法案打击欧洲、日本、韩国的汽车制造业，这些呢都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电动汽车产业将直接决定未来全球高端制造业的格局。在这一领域，目前中国与美国有优势，而电动汽车的兴起将直接冲击日本、韩国、德国和法国的国本，因为电动汽车最核心的技术是电池和电机，这直接绕开了日本以及德国的变速箱、发动机、离合器等传统汽车领域的技术优势。所以，美国为了扼杀盟友的优势产业，直接破坏了基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秩序。其他国家也不是傻子，必然会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这最终又将严重地冲击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拜登政府嘴上说要团结盟友，结果却在利用一场战争来收割盟友，而且还在利用一个补贴的法案扼杀盟友的未来，其用心真的是够毒辣的了。美国越来越保守，中国越来越开放，
这就是中美之间的最大差距。而欧洲、日本和韩国也将看清楚美国的丑恶嘴脸。美国长期把别的国家当傻子，最终必将众叛亲离。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